这里是明清两代的官宦住宅城堡，因康熙皇帝2次下榻于此，故名皇城。那说起了宦官跟官宦，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宦官是古时在宫中伺候皇帝以及皇帝若干大小老婆的人，而且都要被什么阉割啊。而官宦是当官的人，不被阉割的人，是当大臣的人。所以宦官跟官宦是指的群体不同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传奇家族，从富可敌国的沈万三、乔家大院的爱恨情仇，到如今正热的吴家，一个个发展史连起来，就是一部史诗。而皇城相府可以说官宅民居、宗祠庙宇、园林书院、纪念性建筑跟防御工事，集合这一些为最标准的建筑。农业、商业、求学等等文化，在光阴当中留下来的那一些民间古豪宅，在这里诉说着商海浮沉、兴衰变化。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中国的第一大户人家皇城相府。它的意思就是平步青云和一步登天。在云的下方有个兵器这个兵器叫戟，那它的意思就是逢凶化吉。你像在麒麟的前脚后面，它还有一副卷轴，这个呢是陈廷敬希望他的后代走读书做官这条路。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市因东周三家分晋而封晋军于此，故叫晋城。古代的晋城地当四寨、宝寨林立，而在晋城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的皇城相府是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货住宅建筑群，专家誉为东方第一双城古堡，称赞它是中国清代北方的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族相城整个建筑由内城、外城两个部分组成，内城是明代的遗址，外城为清代所建。总体的布局以神龟祥瑞之象组合建造，寓有千秋永固之意。内外的城墙总长780公尺，平均高度在12公尺左右，占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尺，有大型的院落16座，房屋640多间。陈廷敬出生的村子就叫做中道庄，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普通村庄。现在有一个响叮当的名字，叫皇城村，以皇城来命名一个皇帝并没有在这儿出生跟生活过的村子。这在中国辉煌的5000年的封建史上，恐怕是一个孤立啊。当时如果换了一个皇帝来临朝，陈廷敬怕也不敢态势铺排。当时如果是另外一个丞相如此张扬，康熙也不会视而不见。陈廷敬跟康熙的师生之谊，康熙跟陈廷敬的君臣之交，其生其性，由此可见。所以想了解他们的故事，想更了解皇城相府，看电视剧《康熙王朝》你们可以去找寻这一部片子这陈廷敬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而位于晋城市阳城县的陈廷敬故居也因此就红了起来中道庄，我们刚刚有那个解说图中道庄的人之所以敢把自己住的村庄叫做皇城，当然是因为这里出生过一个在皇帝眼里红得发紫的宰相
陈廷敬。传说陈廷敬当政以后所扩建的部分，完全是以紫禁城的布局缩小后而规划设计的哦。在西元711年，住在真正的皇城里的康熙皇帝，到书局看望正在审阅《康熙字典》文稿的陈廷敬，而陈就是《康熙字典》的总编辑啊。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仍在一丝不苟的劳作，那心头一热，便挥笔为他写下了“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结香”这样子一副彰显其功绩的联语，同时给他题写的是个斗方大字，就叫武亭三村，也是我们皇城相府下面标注的武亭三村。而武亭是陈廷敬晚年的号，而武亭三村当然也就是武亭先生所住的地方喽。那皇帝题写的这个大字就放在哪里最好呢？显然就是公置于相府的门前最好。这样一来，皇帝就给相府定位了，那就是三村。也许康熙皇帝早就知道陈廷敬的相府在当地太过显要，也许康熙皇帝耳风里也吹进过相府叫皇城这样的闲言碎语，只不过出于他对老师的爱护，只不过知道陈氏并无恶意跟烦心，便不予细究罢了。那这次的题字呢，也是在彰显陈氏功德的同时，用三村二字隐隐的讥刺了一下皇城，也好让陈廷敬用心领会一下皇帝的世事洞明与匡宏大量。所以说人家说啊，伴君如伴虎，果然是有道理的。民间还有皇家看故宫，官家看皇城之说。中国的民间故宫城堡式的豪宅，话说啊，来山西啊，看的都是有钱人家。我们现在来到了皇城相府，中国第一大户人家，他的有钱程度超过你的想象。丞相府总面积有36,580平方米，大型的院落有19落，房屋呢640余间，射到城门，四通八达，有关卡可守，形成了什么？外层包内层，内层套外层，内外连环套，稳固安全的坚固堡垒，能盖成城堡型的住宅啊！天哪，那你家是比有钱还有钱啊！这种很容易有功高震主的情况哦。从天空腐烂
云丘山窑洞大院超美。窑洞大院位于山西临汾云丘山旅游风景区康家坪古村内。山西云丘山窑洞大院是集餐饮、住宿和会议于一体的4星级酒店，采用的是北方的窑洞式建筑风格。窑洞内还可以体验到特有的土炕，冬暖夏凉，是个避暑的绝佳之地。云丘山位于山西临汾，据传老子李耳曾下榻此地而成为道教圣地，素有南武当、北云丘之称，保留了原汁原味山西窑洞的特色。室外种植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鲜花跟盆栽啊。而云丘山的窑洞跟着黄土高原的窑洞又有何不同呢？窑洞是山西黄土高原上的别样风情，它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穴居。挖洞穴，装上门窗之后，它就是间房，叫窑洞。而黄土高原在中国北方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叫什么？黄土高原，面积有65万平方公里，哇塞，很大哎！它占了中国面积的7%啊！这个海拔在1000到2000公尺之间，高原包括了陕西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甘肃省、内蒙自治区，而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就在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广布的黄土厚达到50到80公尺啊，最厚的地方啊达到了200公尺啊。由于历代的战乱、盲目的开荒、放牧、滥垦、滥伐，导致高原的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黄土的土质非常的疏松，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形成了如今的黄土面貌。黄土高原的区域大量存在凿洞而居的土窑洞的民居，土窑洞所需的建筑材料很少，施工也相对简单，造价也很低，冬季的保温条件非常的好。台湾台语叫做土角厝，对吧？黄土一般分棉性土跟胶性土，棉性土的粘性差，要用支护架进行加固啊，以防什么坍塌。那土窑洞的支架构件呢，有立柱、横木、顶柱跟木塞。支成后需要破石灰泥抹，美观耐用，防虫防草啊，搞法都做起来啊。这就是内底以窑洞穴居。但中国历史真久，西安也有啊，半穴居的遗址啊。那种比较大的缺点是什么？年久失修，渗漏或遇地震啊，或者是下大雨滑坡啊，地质灾害啊，房子会瞬间不见，会发生坍塌事故，通风跟反潮等问题呢，它也是它的缺点啊。而且部分地区由于地质土层沙土含量很大，地质疏松，土层不稳啊，导致一些窑洞啊年久后啊容易坍塌裂开啊，